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浙江的民间金融，温州炒房团的秘密。浙江的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发展第一桶金的来源从什么地方开始？资金怎么会变成资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浙江的民间金融特别发达，特别是沿海那一带，有一种叫做台汇。我想干事情，但是我没钱，那么怎么办？我们比如说10个人或者100个人约了以后，咱们10个人凑起来，我是领头的，每个人每个月出1万块钱，那么我领头的人也是1万块钱，你们每个人出1万，我马上可以拿到10万，其他的9个人大家摸钩，1号第2个月拿10万，第2个月也是这样，以此类推，10个月一个周期就完整了。如果100个人，那就要100个月完成这一个周期，我就拿到接近100万钱，按月偿还，那就解决了第一个人的资金需求，小资金形成大资本。资本形成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民间借贷，一个月2分利，高的时候3分，甚至5分。2分利向我的亲朋好友借，他们可能是1分8到外面去借，在下面一层1分5，就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资金链条，聚集起很大的资本。所以浙江人，但凡你想做点事，缺乏资金，都可以通过民间这种方式融到大量的资金。大家都知道温州炒房团，在20年、15年前，温州人买房产到某个城市，那个城市晚报都要登报纸的，温州炒房团来了，来炒房了，这个地方房价肯定马上就涨，人家一买都是一个单元，一栋楼，哪来这么多钱？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融资融出来的。那时候浙江人并没有那么多的钱，浙江民间的资本积累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民间融资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13。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中国长安汽车将投资2.85亿美元在泰国建设电动汽车工厂。路透社，长安汽车将投资2.85亿美元在泰国建立一家年产10万辆电动汽车的工厂，从而推动该国成为此类汽车生产和出口重要中心的前景。泰国目前约占其 GDP 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 10%， 使其成为丰田和本田等亚洲汽车制造商的第4大组装和出口基地。在与大经济体会面时，拜登宣布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路透社，在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的虚拟会议上，拜登总统将宣布美国向绿色气候基金捐款10亿美元，并计划在5年内申请向亚马逊基金捐款5亿美元。这一宣布是拜登为应对气候变化和遏制巴西亚马逊雨林森林砍伐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参加论坛的国家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80%。中国在德国极右翼和极左翼中找到了不太可能的盟友。日经亚洲，德国的小政党，包括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AfD 和极左翼的 Die Linke， 正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其软化对华立场。AfD 最近成为政府使该国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努力的反对者，而 Die Linke 则批评德国总理肖尔茨对香港的做法。然而，肖尔茨政府尚未表现出任何改变立场的迹象。最近决定阻止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一家德国公司，这表明默克尔政府将继续对中国投资采取强硬立场。游戏玩家不断泄露敏感的军事信息。Axios，游戏玩家越来越多地在线论坛上分享军事机密，这让试图阻止信息传播的出版商感到头疼。自2021年年中以来，业内人士注意到与英国、法国、中国和美国武器系统相关的机密或受限信息已定期发布在 War Thunder 论坛上。以这种方式发现的最新泄密事件与概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A 战斗机能力的受限文件有关，是由一名玩家发布的。由于另一名玩家报告了该消息而被发现。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失控。Axios， 中国有望成为核超级大国，并与俄罗斯结盟对抗美国。据报道，
北京正在建造新的核发射井、移动导弹发射器和先进的核潜艇。虽然它的目的是使中国的核能力现代化，但专家们还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自己正在进行的核现代化，这本身可能在30年内耗资2万亿美元。这将造成一场势不可挡的三方军备竞赛，美国需要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作战。大国使用核武器的前景再次上升。耶伦警告中国不要采取不公平的经济做法。金融时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在周四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抵制中国的不公平经济政策，但将澄清华盛顿并没有试图通过国家安全措施扼杀中国经济。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预计耶伦将呼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同时补充说美国确实需要表达其关切并将反击人民的必要是中华民国。由于芯片需求下降，台湾出口订单自2009年以来降幅最大。彭博社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出口订单创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上月同比下降 25.7%。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疲软被归咎于经济衰退。数据显示，上个月台湾企业的海外订单为466亿美元，降幅远低于分析师预测的 18.6% 的降幅。这些降幅向彭博社发表评论。组件销售额下降 29.4%， 造成自2009年1月以来最大的月度收缩。全球最大的芯片合同制造商台积电也将其收入下降归咎于半导体需求疲软，收入下降低于新台币5086亿元和167亿美元2019年第一季度，与分析师估计的5184.9亿新台币相比，这是台积电连续第2个季度未达到销售目标。希捷因向华为运送700万块硬盘而被罚款3亿美元。日经亚洲，据美国商务部称，希捷将支付3亿美元的罚款，与美国当局就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向华为运送价值超过11亿美元的硬盘驱动器达成和解。尽管2020年8月实施了一项限制向华为销售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某些产品的规定，该公司仍在向这家中国公司出售这些驱动器。尽管该公司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但直到2021年9月该公司成为华为唯一的硬盘驱动器供应商时，仍有几批货物补齐了。对冲基金 BFAM 等对中国开发商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债务。路透社，对冲基金 BFAM Partners 和其他投资者已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Glory Health 提起诉讼，要求偿还2.01亿美元的债务。投资者总共欠下1.414亿美元的本金、940万美元的保费和5040万美元的利息。在香港上市的 Glory Health 于2022年2月发行了价值3.348亿美元的离岸债券，年利率为 14.25%， 并承诺在该年4月赎回至少960万美元的票据。该公司将未能偿还优先票据和其他借款归咎于反复爆发的 COVID-19 和市场情绪。BFAM 的律师表示，该诉讼已根据发行债券的条款在纽约提起。越南表示反对中国5月1日开始实施的禁渔令。彭博社，越南表示，中国从5月1日至8月16日在南海部分海域实施的禁渔令侵犯了越南对其海域和经济特区的主权。该国呼吁中国尊重其海上权利，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做出贡献。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批评中国在该地区的挑衅行动。越南近年来多次谴责中国在南海单方面禁渔。中国央行承诺2023年利率适当。彭博社，中国央行承诺2023年将保持货币政策稳健有力和利率水平适度，确保信贷稳定。在新闻发布会上，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得到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试图缓解人们对通胀放缓的担忧受到消费者支出和房地产市场反弹的影响。经济学家预测，随着中国使北京有望实现今年约 5% 的增长目标，第一季度增长将加速至 6.8%。市场正在关注中国信贷快速扩张的趋势，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资金留在金融体系中，而不是流入实体经济。F-35位居中国威胁清单之首。军事研究，南华早报。根据国防科技大学和解放军31649部队的科学家发表在《现代国防科技》杂志上的研究， F-35被认为对中国国防的威胁大于 F-22。该论文的作者推荐软杀伤电子战武器与物理武器一起提供硬杀伤反应。他们建议发展先进的防空系统，例如红旗9导弹，以击落中国海域的 F-35A。此外，科学家们建议研究可以提供洞察力，以更好地了解如何制定有效的对策并保护自己的领空。
在上海车展上，汽车竞争对手用车载卡拉 OK 水晶球吸引司机。路透社，汽车制造商一直在上海车展上推出新车，包括允许用户唱卡拉 OK 或玩游戏的触摸屏等功能，还推出了没有后窗的 Polestar 4 SUV 双门轿跑车。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更快地推出创新，以吸引中国消费者，他们对生活方式服务的需求对市场份额很重要。然而，法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佛吉亚 Faurecia 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科勒 Patrick Kohler 对以如此快的速度引入新功能的成本表示担忧。中国顶级交易所惩罚恒大子公司，准备谴责高管。南华早报，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已谴责中国恒大集团未能按时为股东和外部投资者公布账目。截至去年4月30日截止日期，该公司在大陆的主要房地产开发部门恒大房地产集团并未公布2023年的账目。该公司已表示将接受对公司的纪律处分，以及对其董事长、总经理和首席财务官的处分。这一事务凸显了其总部位于深圳的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的生存危机。该集团已拖欠约20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并且自2021年底以来未能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账目。比 TikTok 更糟糕，呼吁禁止微信。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参议院对外国干涉的调查获悉，微信是一款拥有约100万澳大利亚用户的中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目前的形式应该被禁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师塞斯卡普兰表示，微信比 TikTok 更糟糕， TikTok 一直是其他国家安全警告的主题。卡普兰将微信描述为北京大规模监控网络的一部分，并补充说，它比 TikTok 更糟糕，叙述被管理，信息被管理，不同意见被降级或消除。它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想要宣传的叙事机器。巴基斯坦首次订购打折的俄罗斯原油。路透社，巴基斯坦已证实，根据两国签署的新协议，它已向俄罗斯打折原油下了第一笔订单。巴基斯坦石油部长 Musaddiq Malik 表示，巴基斯坦最初将购买原油而非精炼燃料，如果第一笔交易顺利进行，预计第一笔进口量将达到每天10万桶。俄罗斯能源部长尼古拉·舒尔吉诺夫 Nikolai Shogynov 于1月率领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就该交易举行会谈。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外国汽车制造商竞相追赶。日经亚洲，大众和丰田等全球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最大的车展上展示他们最新的电动汽车伊利车型。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汽油动力车型转向全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第20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吸引了1000多家行业参与者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制造商已在该行业站稳脚跟，并在关键电动汽车技术，包括电池和电机方面领先于西方公司。美国贸易代表，印太贸易谈判今年有望见效。路透社，美国贸易代表 Catherine Tai 表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IPEF 贸易谈判正在快速推进，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取得结果。去年，美国和13个印太国家启动了 IPEF 谈判，标志着华盛顿近10年来首次参与泛亚贸易。参与谈判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第3轮 IPEF 会谈定于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是在美国于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之后进行的。北京发生致命火灾后，政府和媒体的沉默越来越受到批评。日本时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9人死亡，这是该市2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据报道，大火是在装修工作期间开始的，当时火花点燃了易燃油漆。警方拘留了12名与火灾有关的嫌疑人，包括医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以及当时负责监督工作的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大部分的愤怒都集中在据称中国当局在火灾发生时缺乏提供的信息上，尽管官方直到几个小时后才报告起火原因。至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显示大楼冒出浓烟。社交媒体用户对火灾消息没有及时发布给他们表示失望。宝马在上海车展引发争议。路透社，宝马在上海车展上面临歧视中国观众的指控。据中国媒体报道，BMW Mini 展台的工作人员在赠送冰淇淋时更偏向于外国游客而不是国内游客。一段视频显示，工作人员告诉一些中国游客冰淇淋用完了，然后才把它提供给西方人。这些说法在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中引发了强烈反对，有人说这个问题夺走了他们对宝马的好感。到目前为止，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尚未对这些指控发表评论。
北京将在送货单车上安装芯片，以追踪危险驾驶。南华早报，北京市交通运输部门计划在快递员和送餐员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上安装芯片，以跟踪交通情况并监控交通违规行为。今年将在首都启动一项试点计划，这是中国持续监管其蓬勃发展的快递行业的一部分。例如，饿了么和美团此前曾因危险驾驶行为而受到批评，导致这两个平台都放宽了送货时间。但是，如果政府强制企业为监控系统买单，则可能会降低利润率。此前，包括劳动部在内的其他中国政府机构也敦促外卖平台改善零工福利。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如何摆脱信任危机？日经亚洲，由于小投资者在认为无风险投资失去价值后离开该行业，中国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大幅下滑。市场波动和2015年第4季度赎回数量增加，导致贷方管理的资产下降超过 1.36 亿元人民币和2000亿美元，引发了人们对该行业未来增长的担忧。该行业为公司债券提供了稳定的费用和重要资本发行人。丁薛祥副总理的 COP28 会谈是否标志着新的气候角色？南华早报，副总理丁薛祥已成为中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中国计划到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到2060年时限碳中和。丁在北京会见了 COP28 后任主席 Sultan Al-Jaber， 讨论了未来的合作。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将于11月召开，预计将强调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下一场军备竞赛，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优势。日本时报，凯特·阿内特 Kate Abnett 在世界政治评论 World Politics Review 上写道，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对军事优势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更具体的说，是在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领域。腾讯控股、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主要科技公司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前10名，中国培养了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中国拥有 094A 型近级弹道导弹核动力潜艇和军民融合战略，通过消除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以及军事和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来加速国防创新。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让·马克·里克利 Sean Mark Rickley 和费德里科·曼特拉西 Federico Mantelasi 评论说，随着战场上产生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比对手更快地分析和管理大量数据的能力至关重要。他们还提到，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消化、分类和分析比人类分析师更多的数据，而且他们还可能在数据中找到逃避人类思维的相关性。芯片需求好于预期，台积电利润超预期。彭博社，台积电 TSMC 发布的第2季度收入预测为152亿美元至160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的161亿美元。这一预测是在智能手机和服务器芯片需求急剧下降之后做出的。台积电甚至在其拥有苹果等领先智能手机客户的市场上也苦苦挣扎。该公司还受到苹果最近第1季度业绩的影响，该业绩显示 PC 出货量下降了 29%。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台积电预计到2023年收入将出现中低个位数下降，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First FP， 谷歌通过生成人工智能为广告提供动力。金融时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正在推出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将根据人类营销人员提出的广告制作新广告。该杂志已经看到了有关该计划的内部文件。这家搜索巨头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构建简单的提示，邀请人们购买产品。新系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谷歌的 Bard 聊天机器人提供支持，以制作类似于专业广告公司制作的活动。客户可以提供视频和图像等广告内容，人工智能将重新组合这些广告内容，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其目标受众和商业目标，例如实现销售目标。随着对其他地方的投资激增，台湾公司撤回中国。彭博社，由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台湾公司正在继续减少在中国的投资。2023年第1季度，对中国的新投资同比下降 10.4% 至 7.58 亿美元。由于旅行限制阻碍了商业联系，预计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大陆和岛屿之间的短期增长将放缓。北京政府已承诺加大力度吸引台湾企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随着台湾企业寻求中国以外的新生产基地，东南亚的投资翻了一番。受疫情影响，台湾企业也将生产迁回台湾，作为供应链的后盾。中国芯片竞争对手三星寻求 IPO 价值145亿美元。彭博社，
Chongshin Memory Technologies (CXMT) 计划在中国申请首次公开募股，估值可能超过145亿美元。这家存储芯片制造商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半导体领域与美国接轨的芯片制造商之一，而半导体在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领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华盛顿此前曾对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以帮助保护美国公司。然而，国际上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促使中国为国内产业做好准备，以支持其未来的技术需求。中国资金涌向香港，以满足内地投资者。路透社根据路透社的研究，在过去6个月中，至少有8家中国基金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还有超过10家将效仿。高净值人士和企业投资者对美元计价和外国产品的兴趣增加，正吸引这些人民币储备基金设立离岸销售和研究团队，以利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发行资产。随着国家的开放，经营许可证总部位于北京，管理着170亿日元和25亿美元资产的人桥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一支偏向多头的离岸股票基金。是否存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金融时报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认为，对于那些希望自由民主价值观蓬勃发展的人来说，乌克兰冲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激励。在拉赫曼评论播客中，伊肯伯里坚持认为，未来稳定的关键不是让俄罗斯重新融入全球体系，而是扼杀其在其中的作用。虽然弗拉基米尔·普京想利用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开放性，同时破坏和掏空使其发挥作用的规范和规则，但伊肯伯里坚持认为，欧洲和美国需要一种旨在增强自由国际秩序的力量和吸引力。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